蜘蛛侠已经和摩伦战斗了12小时，他滴水未进，屡战屡败。虽然靠着汽车短暂逃离了摩伦的追击，但此刻的彼得早已疲惫不堪。他用手中最后的钱给玛丽简打去电话，想最后再听听她的声音，但可惜玛丽简没有接电话。随后彼得又打给了梅姨，在和梅姨的通话中，彼得诉说了自己对她的关爱，这既是晚辈对长辈的关心，也是彼得最后的遗言。但可惜没等彼得多说两句，电话便因费用问题草草结束。而在彼得挂断电话时，摩伦也出现在了他身后，战斗一触即发，彼得强撑身体，口中不断念叨着不要放弃的话语，朝着摩伦冲去。可就在二人刚缠斗之时，摩伦却突然被人从后面来了一拳，画面拉开，原来是以西结前来帮助彼得了。虽然前面他拒绝了彼得的求援，但思虑再三后，他还是无法看着彼得被杀死。随后二人也联手对摩伦展开了攻击。尽管摩伦在能力上对拥有蜘蛛图腾的他们天生克制，但双拳难敌四手。一番交战下来，摩伦也深知不能这样被动的挨打了，于是他将目标全部放在了以西结身上。趁其不备之时，他抓住了以西结，并马上吸食他的生命能量。彼得试图阻止，但摩伦直接无视了他的攻击。最后吸食完的摩伦也将以西结扔进了海里。由于摩伦已经吃饱了，因此他也决定暂时放过彼得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停止猎杀。他是个绅士，他会在做好准备后再来吃掉彼得。看着摩伦离开，彼得也第一时间跳进海里寻找以西结。可一番搜寻后，他并没有找到。而在回到刚才战斗的地方时，彼得也在地上发现了摩伦留下的血迹。事后回到家的彼得一边处理自己的伤势，一边研究摩伦的血液样本。他发现摩伦的血液是由各种动物、鸟类、人类和昆虫混合而成，它既庞杂又纯粹，但纯粹的同时也让这些细胞会快速老化，因此摩伦才会需要不断的吸食图腾来补充能量。而这也让彼得推断出了摩伦的弱点，那就是他无法承受辐射。于是他当即来到核电站制作了一种核辐射混合液，因为那只咬他的蜘蛛本身就带有辐射，因此彼得身体里也有一定的辐射抗性。在将混合液注射进身体后，彼得也因过于疼痛晕倒了过去。这时摩伦也刚好赶到，他发现了地上的彼得，以为彼得是因为过于绝望选择自杀了。但就在摩伦开始吸食彼得身上的能量时，其中附带的核辐射也让他变得痛苦不已。随后清醒过来的彼得也朝摩伦发起了攻击，无数夹带辐射的拳头犹如真实伤害般打在摩伦身上，哪怕摩伦被打得倒地不起，彼得都没有停止攻击。一方面是彼得深知摩伦的恢复能力有多强，一方面也是彼得在释放24小时里他所受到的屈辱。直到摩伦脸上出现了明显的干枯模样，彼得才停止了攻击。而就在彼得再次陷入是否杀掉反派这个终极难题时，摩伦的手下德克斯突然在一个阴影里出现，并朝着摩伦开了一枪。这个手下深受摩伦折磨，他已经受够了这种生活。子弹击穿摩伦心脏的同时，也让这个可怜人终于获得了自由。彼得和摩伦的首次交锋也以这种方式收尾。而当彼得来到以西结的公司时，他也在公司的玻璃上看到了以西结的脚印。事实证明以西结并没有死，蜘蛛侠地狱12小时也就此结束。